天魔教主，大雄古刹半痴，前来度化你。老蛇是个高手，必须找出他功法的关窍，一击破解，否则这把铁壳船会被他压爆。书接上回，秦牧驾驭宝船在云海上疾驰，甩开半痴和尚与蓝雨书生，却发现前路更加凶险，这些人拼尽全力追赶，说明前面还有更多强敌。要时将近，船速渐缓，突然前方出现奇景，一根根巨剑般的冰柱从云海中生长，10余丈粗，缓缓旋转，折射出刺眼光芒。秦牧脸色巨变，猛打船舵，玄铁楼船倾斜近乎垂直，堪堪从冰柱群边缘掠过。刚松口气，那些冰剑突然动了，一个蓝裙女子行走冰剑之间，以元气化作10多条手臂操控巨剑，铺天盖地向宝船劈来。离秦宫玉娥实力比半痴更胜一筹，他速度奇快，一边狂奔一边信手挥洒。秦牧还未反应，船底咔嚓巨响，宝船被冰剑撞得连翻带滚，更多冰剑痴痴冒出，船体受创不轻。都天魔王！秦牧怒喝。都天魔王懒洋洋走出，让我救命，得说请字。秦牧额头青筋暴起，请。都天魔王这才得意，八臂高举，念动魔语，黑光射入云海，魔雾瞬间席卷10余里，将玉娥笼罩。离秦宫见觉最重心境，被魔雾一冲，玉娥道心大乱。半痴和尚赶来驱散魔雾，却见玉娥衣衫半解扑入怀中，连忙棒喝唤醒。远处剑光纵横，袁公剑派袁山赶到，剑丸已被秦牧毁掉，却以剑气将宝船刺得千疮百孔。更要命的是，胡灵儿喊道：“公子，钥匙没了，船再往下坠。”秦牧当机立断，将年货扫入饕餮袋，把都天魔王也塞进去，与胡灵儿跳上龙麒麟背脊弃船。龙麒麟脚下火云升腾，刚离船，宝船便轰然撞山爆炸，蘑菇云冲天而起。胡灵儿结巴道：“公子说降落时会有些颠簸。”秦牧嗯了一声：“龙胖子，再跑不快，你便会被吃掉。”龙麒麟狂奔10余里，四周突然升起10多面八角明镜，上下左右将他们团团围住。山下剑光飞来，被镜子反复折射，霎时间剑光成网。秦牧少保剑斩向一镜，却被剑光击落。龙麒麟突然张口怒吼，吼声如万道天雷，半空中的镜子哗啦啦碎了一地。下方山头的剑客惊呼：“好畜生！”被龙麒麟一口光柱轰得粉碎。秦牧却面带忧色，龙麒麟暴露了实力，之前追杀者只是试探，现在意味着更强存在即将出手。这里离大虚已不足1000里，秦牧沉声道：“跑！”狂奔100余里，秦牧突然道：“停下！”他们落在一处古战场山谷，遍地尸骨，怨念滔天。秦牧心中发狠，就在这里会追兵。他元气迸发，无数尸骨飞起，片刻堆成4座白骨祭坛，取出4尊魔神像，开始幻魔。一位老道人飘然而至，果然是魔道。浮尘挥出，万千丝剑切向祭坛。龙麒麟冲上，却被浮尘缠住4蹄。秦牧一拍饕餮袋，都天魔王一跃而出，八臂抓着从楼兰黄金宫盗出的宝物迎战，却被老道人一掌拍进山崖。幻魔终于完成，熊皮大魔神降临，他一脚将都天魔王踩在脚下，向秦牧道：“幻魔者，献祭什么？”秦牧指向老道人：“他。”熊皮一拳轰出，老道人嵌入山崖，被熊皮一拳轰入崖壁。老道人身后宝剑飞出，刺穿熊皮后心。熊皮狞笑，这身体不过是尊魔神像。话音刚落，一道剑光飞来，绕着他脖子转了3圈，头颅应声而落。山崖顶，青山如是持剑而立，琼里宗卢文书见过天魔教主。另一座山头上，道姑现身，灵秀宫青羽散人。祥云飘来一尊罗汉，小僧普善特来降魔。乞丐大笑，盖门罗三破来讨教主的命。那只小狐狸得罪我家门主，须得弄死。胡灵儿连忙躲到秦牧身后。5位天人高手齐至，枯叶道人从崖壁爬出，调整气息。5人元气爆发，身后神人虚影浮现，为了人间沧桑正道杀。熊皮怒吼，将所有能量引爆。惊天动地冲击中，秦牧躲在龙麒麟身后，骨骼被压得咯咯作响。5位高手吐血倒飞，秦牧探头，
只见熊皮威风凛凛。胡灵儿又惊又喜，熊皮好厉害。话音未落，熊皮身躯开始崩塌，能量耗光了。幻魔者，我走了。砰的一声炸开，谷外传来咳嗽声，他们并未死去。秦牧拉起被踩在地底的都天魔王，跳上龙麒麟，跑。龙麒麟腾空而起，青羽散人做起一掌拍出，雷霆奔涌，却因伤势打偏。卢文书等人摇摇晃晃站起，枯叶道人却夹夫而坐，气息枯败。老道这具皮囊不中用了，诸位务必斩了天魔教主，我在黄泉路上等他。说罢溘然长逝。众人悲痛，强压伤势继续追赶。秦牧试图再唤魔神，龙麒麟颠簸无法成功，奔行数百里，终于看到神断山脉黑影。然而诡异的事发生了，无论跑多久，山脉始终那么远，路上不断出现一模一样的村庄，房屋布局、灯光位置分毫不差。都天魔王万念俱灰，有人折叠空间，你逃不掉了。秦牧恶狠狠道：进村。他们降落在村中，一位白眉老者举灯走出。天魔教主客气，自己寻个房间住下，村民很快就到齐，届时会有一场狂欢。秦牧不动声色，选了最大庭院。进屋后，他飞速挂上一幅画瘸子留给他的剑神卑贱图，说是龙子早年所绘村长，可以辟邪。秦牧合身躺下，睁眼一动不动。外面脚步声纷至沓来，卢文书、青羽散人、蒲善罗汉、罗三破等人陆续赶到，欢笑声、饮酒声不绝。还是青山前辈好手段，今日解决此辽，还天下公道，共饮此杯。秦牧一动不动，只觉胡灵儿瑟瑟发抖。过了良久，白眉老者笑道：诸位，天色不早，该送天魔教主上路了。院门之压打开，卢文书当先踏入院子，笑道：天魔教主睡得很熟。话音未落，头颅无声滑落，尸体扑倒在地。有高手，众人轰然撞碎院墙冲入，然而无论修为多高，踏入院门的瞬间，头颅皆无声无息从脖子上滑落，仿佛院中有一尊无形的神挥动无形的剑，割取所有闯入者的头颅。那幅画静静挂在墙上，画中人背剑而立，无喜无悲。窗外，白眉老者怔怔看着这一切，手中的灯微微颤抖。